前有 F-16戰機俯衝炸電炸園區，後有坦克集群補刀炮擊。看來大家對電炸的這口惡氣，泰國要幫我們出完了。那些曾經在邊境作威作福的詐騙分子，如今哭着喊着跑路的樣子，簡直大快人心。大家好，歡迎來到星球熱點，國家大事從不缺席，輿論場中抽絲剝繭，聚焦獨家中國資訊。點讚、訂閱加小鈴鐺，帶你用不一樣的視角讀懂中國故事。誰能想到困擾多國的跨境電炸顽疾竟然被泰國軍方的炮火給治了大半。當地時間12月16日，臉書上瘋傳的一段視頻直接點燃全網。泰國第2軍區的裝甲部隊帶着坦克浩浩蕩蕩開進塞達古通道地區，對着疑似詐騙團夥基地的賭場建築一頓猛轟濫炸，炮火聲震得人耳膜發麻。泰方說的明明白白，這地方被柬埔寨軍方當成了軍事據點，天天放無人機偷襲泰國，不把它炸平誓不罷休。這已經不是泰軍第一次對電炸園區動手了。此前小編就曾報道，早在12月12日，幾架 F-16戰機就頂着轟鳴聲越過邊境，直奔柬埔寨波貝附近的大型電炸園區，精準投下炸彈。重點來了，這次打擊專挑命門下手，信號站、電力設施、通訊樞紐全被夷為平地。網上流傳的畫面裡，園區內濃煙滾滾，火光衝天，原本24小時燈火通明的詐騙窩點瞬間變成一片漆黑的廢墟。可能有人會說，不就是炸幾棟樓嗎？懂行的都知道，這對電炸園區來說就是心臟驟停。小編給大家科普下，跨境電炸根本不是靠幾個人打電話就能運作的，背後是一整套精密的通信架構，衛星天線、信號增強器、獨立機房、備用電源，這些看不見的骨架就是詐騙分子躲在邊境為非作歹的底氣。如今通訊一斷，詐騙電話打不出去，服務器一毀，客戶數據和資金鏈全暴露，電力一停，整個詐騙系統直接癱瘓。難怪有個被記者攔下的詐騙頭目哭爹喊娘，光纖斷了，服務器燒了，連 SIM 卡都成了灰，這下全完了。更戲劇性的場面還在後面。自從泰軍開打柬埔寨邊境，就上演了大型逃亡現場。在靠近泰國邊境的菩薩省，有人拍到成群結隊的人拖着行李箱，抱着電腦主機瘋狂跑路，大車小車堵得水泄不通，有的人為了逃命甚至顧不上遮擋車牌，還有人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徒步前行。據知情人士透露，這些人大多是電炸園區的從業者，因為園區被打垮失去控制，只能連夜緊急撤離。國公省有個園區甚至直接敞開大門放行，生怕晚了就被炮火波及。看着這狼狽的逃亡畫面，小編真的忍不住想吐槽一句，早知今日何必當初。以前這些詐騙分子躲在泰柬邊境的三不管地帶，仗着地理位置複雜，跨境執法難，建高牆圍園區，搞與世隔絕的運作模式，天天對着電腦屏幕坑蒙拐騙，把無數家庭害得天翻地覆。他們以為躲在別國就能高枕無憂，卻沒料到泰國軍方直接動了真格。當戰機的轟鳴聲劃破天空，所謂的安全區瞬間變成了逃亡路。有安全研究者說得很直白，當詐騙團夥發現躲在別國也可能被戰機瞄準時，他們的安全感就徹底沒了。不過這裡有個小爭議，泰方說炸的是電炸基地加軍事據點，柬埔寨方面卻急着否認，說這些都是民用酒店和賭場，跟電炸軍事行動半點關係都沒有。但從詐騙分子扎堆逃亡的場面來看，泰方的指控恐怕不是空穴來風。小編猜測，這些所謂的賭場大概率就是電炸園區的幌子，畢竟邊境地區的很多賭場早就成了犯罪團夥的遮羞布，這在業內已經是公開的秘密了。如今園區炸了，設備毀了，錢賺不動了，很多中小詐騙團夥只能暫時歇業。有些頭目想轉戰其他國家，但重建一套通信系統不僅成本高，還得擔着被戰機轟炸的風險。不少人已經開始打退堂鼓。以前幹這行的人總覺得最多被抓，不至於被炸。現在泰國的炮火終於讓他們感到怕了。
就在大家為反炸炮火叫好的時候，泰檢邊境衝突的畫風突然變了。隨着雙方戰事升級，泰國陸軍第17師在15日晚間佔領了邊境高地，隨後公開了一批戰利品，大批柬埔寨軍隊持有的中國製武器及彈藥，瞬間引發全球輿論關注。從泰軍發布的照片來看，這次繳獲的武器種類不少，每一款都很有辨識度。首先是82毫米殺傷榴彈，這種彈藥專門搭配中國製65式或651式無後坐力炮使用，是戰場上的常用裝備。還有89式火箭筒，這款由中國北方工業公司制造的武器，重量只有3.7公斤，單兵就能輕鬆攜帶，有效射程200米，最大射程400米，屬於一次性使用的輕型反坦克武器，性能堪比瑞典的 AT4。平時包裝在防水的玻璃纖維容器裡，運輸和儲存都很方便。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套中國制造的第5代反坦克導彈系統 GAM-102L2 型導彈系統，這款今年初才正式亮相的先進武器，目前在全球範圍內都屬於有限部署，標準射程能達到6至10公里，不僅能精準打擊坦克、步戰車等裝甲目標，還能摧毀堅固工事，甚至能打擊低速飛行的直升機。更厲害的是 GAM-102L2 還搭載了 AI 目標識別算法，能自動區分裝甲目標的關鍵部位，甚至能預判目標的移動軌跡，妥妥的智慧化武器。泰軍高調展示這些武器後，不少外媒開始煽風點火，試圖把話題引向中國，暗示中國向柬埔寨提供了用於衝突的軍事裝備。泰國國防部發言人蘇拉桑更是直接放話，根據國際法，就算北京方面要求歸還，泰國也沒有義務把這些武器還給制造國。面對這些無端猜測，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郭家坤在17日的例行記者會上及時回應，直接釐清了關鍵事實。他明確表示，具體情況需要向中方的主管部門了解。要強調的是，中國與泰國、柬埔寨以往都進行正常的防務合作，不針對任何第三方，更與柬埔寨邊境的衝突無關。其實早在今年10月2日，中國駐泰國大使館就已經公開表態，自泰柬邊境衝突發生以來，中國一直以自己的方式積極緩解局勢，從未向柬埔寨提供任何用於這場衝突的軍事裝備。柬埔寨目前擁有的中國軍事裝備都來自中柬既有的合作項目。可能有小夥伴會好奇，中柬之間的正常防務合作到底包括哪些內容？其實這些合作都是公開透明的，完全符合國際慣例。比如在今年4月5日，中柬兩軍在柬埔寨雲鄉海軍基地共建的聯合後勤和訓練中心正式投入運營。這個中心主要用於支持兩國軍隊開展區域反恐、防災減災、人道主義救援等聯合行動，根本不針對任何第三方。在5月17日，中柬金龍2025聯演還舉行了開始儀式。這次聯演聚焦聯合反恐和人道主義救援行動，中柬兩軍派出多軍兵種參演，不僅開展了戰術訓練，還組織了巡診送藥、捐贈助學等活動，目的就是增進雙方務實合作，鞏固兩國友誼。這些合作項目都是公開報道過的，屬於主權國家之間的正常交往，跟當前的泰柬邊境衝突沒有任何關聯。小編覺得，泰軍高調展示繳獲的中式武器，更多是出於戰場宣傳的需要，想通過展示戰利品塑造軍事勝利的形象。畢竟在東南亞的防務市場上，中國武器因為性價比高、適配性強，早就成了很多國家的常規選擇。泰國軍隊中其實也有大量中國制裝備，這都是主權國家的正常選擇。而且中方同時與泰柬兩國保持防務合作，本身就體現了中立立場。那些試圖借武器歸屬大做文章的抹黑企圖，根本站不住腳。目前，柬埔寨已經呼籲聯合國安理會責令泰國立即停火，並依法追究造成的人員傷亡與財產損失責任。國際社會也普遍呼籲雙方保持克制，通過對話解決爭端。而中方一直扮演着勸和者的角色，不僅多次呼籲停火止戰、保護平民，還通過多渠道與雙方保持密切溝通，積極斡旋勸促，為雙方對話創造條件。在中方12月15日表態後，泰國方面已經鬆口，提出了3大停火條件。雖然態度依然強硬，但至少釋放了願意談的信號。說到底，泰柬邊境的這場衝突沒有贏家，無論是炮火下的平民，還是流離失所的民眾，都是戰爭的受害者。而那些被炮火打散的電詐分子，雖然暫時狼狽逃亡，但也不代表電詐產業就此絕跡。小編希望雙方能盡快放下對立，在中方和東盟的斡旋下，坐到談判桌前，通過和平協商解決分歧，讓邊境恢復平靜，讓流離失所的民眾早日回家。同時
也提醒那些還在鋌而走險的詐騙分子，天道好輪迴，作惡終有報，就算躲到天涯海角，也難逃法律的制裁和正義的審判。好了，今天的內容到這裡就結束了。如果你喜歡小編的影片，還請大家多多點讚轉發，讓更多的人一起見證中國進步。關注我的頻道，這樣既能回顧往期視頻，又不會錯過之後的精彩內容。那我們下期節目不見不散。